好了，又是新的一天。像我们施工进度这么慢的团队，应该找不出第二个了吧？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将这根2C结构柱给去除掉，再次搬出我们的原始视频资料。可以看到，开发商在建造这块的时候，运用了那个专业名词叫什么我忘了。总之，两面墙的红砖像牙齿一样交错着与这根钢筋混凝土立柱交织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要去切掉这根边柱的时候，很有可能是完全在混凝土上开刀。这个操作我还没想好到底怎么样做才更有效。如果有个大型的墙面切割机，可以很干脆利落的把这根柱子切平，但是我实在没有信心操作那么大的切割机械，所以我的想法是先在墙面上打一个穿墙孔，这样第一个是确保我们要切割的位置是正确的，第二个确保这个位置中间没有钢筋。那么我们会用我们的小型的墙面切割开槽机，把这个水泥的砂浆层给切出一条缝。接下来再看看后面怎么做，也许多打几个孔，或者用电镐一点一点把这个立柱敲碎。废话说太多也没用，开干。我按计划先在墙上打了个穿墙孔。不好的消息是，这个位置确实是混凝土，但好的消息是，正好避开了钢筋。接下来就轮到切割机出场了，因为我们需要在这里保留一个完整的墙角，所以用切割机可以制造出整齐的切口。有了这个切口，表面的水泥砂浆层就可以非常轻松地拆除掉，并且留下我们想要的墙角。到了这一步，我开始思考接下来的操作步骤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有考虑钻很多孔，把要拆除的部分分离出来，但是在混凝土上钻孔也不是个轻松的活，而且声音也很大，所以最后还是考虑用第二套方案，用电镐直接硬碰硬，反正最后总得拆碎了才能装进垃圾袋。虽然是钢筋混凝土结构，但这个只是2C构造柱，作用是加固窗框，并不起承重作用，所以混凝土的硬度级别也比较低，用电镐一次就能击碎一块下来。但我在这里差点有了放弃的想法，原因不是因为太累，而是持续拆墙的噪音让心里有很大的负担。我一边拆墙，一边脑子里想的都是周围的邻居什么时候会崩溃。我一个人拆墙实在是太慢了，如果请专业的施工人员，应该能很短时间就能搞定，我也能早一点进入下一阶段。这样的想法不断侵蚀我的信心。每过一段时间，我就得停下来纠结一番，到底要不要继续。就这样断断续续中，这根构造柱一点一点被瓦解，钢筋一点一点被拆除，心中放弃单人挑战的想法也一点一点消失了。也许这就是一个人装修中必须要经历的心魔。有无数种想法说服我们放弃，但要坚持下来，只有一个理由：我可以被毁灭，但不可以被打败。这里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：装修就是一场修行。真的太准确了。总算是拆完了，只要把上面残留的一些钢筋和一些细节再处理一下，就很完美了。这根立柱和旁边的墙就在同一平面上，后期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整体。不过我保证，如果之后还遇到这样的转角立柱，我一定好好保留它，绝对不想再拆了，实在是太累了。其实转角有根立柱也没什么不好，干嘛一定要拆它呢？有很多处理的方式，比如做一个转角书架，什么都好，绝对不要再拆了。那么下期视频我们一定要来点轻松的活。我们在整个户型当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，这些地方本不应该出现，但是却在那里。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我们过去看一下。我们所说的这个秘密区域，就是我身后的这堵墙。注意听。有一点非常奇怪，我们的这个户型是毛坯交付的，所以所有的墙面理应都是砖墙结构，但是唯独我身后的这面墙
是由青钢龙骨石膏板来隔的，这有点不太寻常，要不要把它打开看看？那么这堵墙后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？我们下期揭晓。